2025年5月，美国加州和川普政府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站出来，直接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喊话，语气强硬，毫不客气。他明确表示，川普的对华关税政策正在严重伤害加州经济，加州不能再沉默装乖了。纽森的态度简单明了，加州不是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的贸易战路线不代表加州人民的意愿。换句话说，川普你没资格替我们做主，我们要自己来。这番公开呛声震撼全美，一时间舆论哗然。难道美国国内真要上演各自为政的戏码？加州这个全美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州，似乎决定不再陪联邦政府继续演下去了。故事的导火索之一是对华关税战争。川普政府上任后不久，2025年3月开始，对中国大陆进口商品挥下更加沉重的关税大棒。一系列疯狂操作让各界瞠目结舌。3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将对所有国家的进口货物一律征收最低 10% 的关税，对所谓占美国便宜的国家课以更高税率。接着4月又加码，声称要实行对等关税，把对部分国家的税率报复性的提到令人啧舌的程度。短短几天内，政策反复无常，先是扬言全方面加收，几小时后又部分暂缓，但针对中国的进口税却飙升到 145% 的天价。这种史无前例的举措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震，美国股市连连下挫。可以说，川普在贸易领域开足火力，结果却像引爆了一枚经济炸弹。而首当其冲中弹的就是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加州。作为全美经济龙头的加州，对外贸易占有极大比重。加州的洛杉矶港、长滩港和奥克兰港是美国繁忙的对亚太贸易门户，每天都有巨量中国进出口货柜吞吐。农业方面，加州是美国的果蔬篮子和坚果之乡，杏仁、开心果、葡萄酒、柑橘等产品大量销往中国和全球市场。一旦关税战升级，这些行业立刻成为受害者。中国和其他国家针锋相对地报复美国农产品，加州农场主苦不堪言。他们眼看辛苦种出的杏仁堆在仓库卖不出去，市场被澳大利亚等竞争对手抢走，损失几亿地计算。高科技产业也没能幸免，硅谷的科技公司供应链遍布亚洲，关税导致零件成本飙升，连加州引以为豪的新兴电动汽车行业都受到冲击，电池等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今成本暴涨，特斯拉等公司的日子更加难熬。本来电动车销量近期就不理想，这下更是雪上加霜。有趣的是，一些科技界大佬本来支持川普，如今也不得不头疼经营压力。可以说，川普的关税攻势在全美引发7级地震，而震央就在加州。经济引擎踩刹车，关税风暴使加州经济一下子从高速运转踩了刹车。加州对外贸易额全国第一，2024年进出口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其中与中国、西哥、加拿大的往来占了将近一半。如今贸易链条被斩断，企业订单被取消，码头忙碌景象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码头吊车停摆，工人闲坐。洛杉矶港务局长无奈地描述，繁忙的码头突然安静的落针可闻，这太反常了。对普通人而言，冲击也开始传导，建房用的木材、钢铁和石膏板价格猛涨，因为很多材料要靠进口。可偏偏就在这几个月，加州南部经历了毁灭性的野火，需要大量建材重建家园。如今重建成本暴涨，灾民苦不堪言，整个加州的物价也面临上行压力，通货膨胀隐忧浮现。更危险的是，加州州政府的财政对经济波动极其敏感。加州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富人的资本利得税，股市一跌，州政府荷包就瘪。川普关税政策引发股市跳水，直接威胁到加州本已脆弱的预算。原本2025年预计还有一点微幅盈余，现在很可能翻脸变成大赤字。萨克拉门托的立法者们个个捏了一把冷汗，担心接下来要面对削减开支的难题。面对川普咄咄逼人的关税战，加州决定不坐以待毙，开始祭出非常规的反击手段。毕竟在联邦制下，关税和外交 traditionally 是中央政府的权责，但加州偏要另起炉灶，硬是从州层面玩起了微型外交。州长纽森首先在4月初发布了一条措辞强硬的视频讲话，
题目就叫致我们的全球贸易伙伴。他在视频中开门见山地宣示，加州不是华盛顿。这句话顿时引爆舆论。一个州长公开强调自家州与联邦政府的区别，这在美国可是破天荒。纽森接着表态说，联邦政府现在执行的关税政策并不代表美国人民的意愿，潜台词至少不代表加州人民。而加州作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将继续做世界各国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他的话等于在告诉国际社会，别被华盛顿的噪音吓住了，我加州依然愿意跟大家好好做生意。纽森甚至直接恳请各国对美国其他地方要报复可以，但请高抬贵手，别伤及加州制造的商品，因为倒霉的多半是我们这些努力搞生产的劳工和农民，而不是在华盛顿喊话的政客。这一番言论可谓石破天惊。美国历史上何曾出现过一个州要求外国在制裁美国时对自己网开一面？一时间，各国驻旧金山、洛杉矶的外交官们热议纷纷。虽然各国领袖不太可能公开答应这种请求，毕竟他们的报复对象是整个美国，但私下里大家对加州的处境表示理解。同时有分析指出，加州不是没有筹码，它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实在惊人，全球各大公司都不愿失去这个市场。如果在报复清单上对加州产品手下留情，可能也符合一些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加拿大在早先的贸易冲突中就耍过类似手腕，把报复关税专门瞄准佛罗里达的橙汁、肯塔基的波本威士忌等红州产品，试图给川普的基本盘施压。如今换各国考虑要不要对加州这个蓝州留点情面了。虽说国际贸易报复不大可能精确到区分某一州，但纽森此举至少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政治姿态，加州要自救，不惜绕过华盛顿直接找外国谈判。不只是喊话，纽森也在付诸行动。4月中旬，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正式起诉联邦政府关税政策的州。4月16日，加州政府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特朗普滥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未经国会授权就胡乱加税，侵犯了州和国会的权利。这可以说是直接把联邦政府告上了法庭，要在法律层面与川普摊牌。站在加州中部图洛克一处杏仁农场前，纽森宣布这一消息时显得义愤填膺。他痛斥白宫的贸易政策鲁莽至极，毫无计划，完全不顾真实世界人们的死活。旁边的农场主们纷纷点头叫好，他们的损失是实打实的，此刻州长就是为他们出头。与此同时，加州议会也在研究各种应对方案，包括动用州政府基金帮助受关税冲击的企业，甚至考虑州级层面减税补贴，给本地厂商减压。简而言之，加州已经摆出一副我们自己保自己的架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州还展开了一系列另立中央式的外交动作。川普对中国冷脸相向，但加州却热情伸出橄榄枝。纽森早在2023年就曾率团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当时他们主要谈的是气候合作，签署了多项省州级协议。如今到了2025年，这些联系派上了新用场。纽森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重申加州愿意继续推进双方在清洁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不让联邦的恶劣关系影响到地方交流。5月初，他还接受了日本日经亚洲采访，明确表示加州对中国市场保持开放的态度，强调全球贸易不是零和游戏，各方早已密不可分。此番言论通过媒体传播，仿佛在国际上与川普的强硬脱钩论调唱对台戏。除了中国，加州也在积极联系其他重要伙伴，比如对南边的邻居墨西哥，纽森一直关系友好。2024年底，墨西哥新任总统克劳迪亚·谢因鲍姆就职时，纽森特地赴墨西哥城道贺，成为美国政坛中第一批会见他的人士。2025年3月，加州和墨西哥邻近的索诺拉州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内容涵盖气候变化应对和跨境贸易便利化。这步棋下得相当巧妙，因为墨西哥是加州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加州出口总额将近1/5。加州提前加强与墨西哥地方政府的联系，可以在联邦两国关系紧张时保持一定沟通渠道。甚至有传闻说，
加州方面正在考虑在亚洲和拉美设立加州经贸办事处之类的机构，类似微型大使馆的角色，专门为加州企业牵线搭桥。虽然这些构想目前只是传闻，但充分反映出加州有意在对外交往上突破联邦的垄断，为自己另辟蹊径。当然，华盛顿对加州的小动作极为恼火，白宫发言人毫不客气地回应说，加文·纽森还是先管好自己州的无家可归和犯罪问题吧，别以为自己是国家元首。川普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对纽森冷嘲热讽，称他为只会表演的加州滑头，还说加州民主党的做法是在替中国说话，是对美国工人的背叛。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川普政府甚至扬言要寻找法律途径，限制州政府乱插手外交的行为。但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禁止州政府与外国交流，这让联邦也有些拿加州没办法。于是我们看到一副奇景，一边是华盛顿不断升级对外强硬施压，另一边是加州忙着安抚各国，打自己的外交补丁。美国内部仿佛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同台上演，让国际社会颇感错乱。其实，加州与川普政府的较量并不仅仅局限在经贸领域，在移民和环境政策上，双方也是剑拔弩张，矛盾重重，进一步推动了加州另立中央姿态的形成。首先是移民问题，加州是美国最大的移民州之一，拥有大量拉美和亚洲移民人口。加州社会对移民相对包容，还通过了所谓庇护州法律，限制本地执法机构配合联邦移民局抓捕非法移民。这在川普眼中简直是对他强硬移民政策的公然挑衅。果不其然，川普一上任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声称要惩罚像加州这样的庇护州，威胁切断联邦拨款，理由是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联邦政府打算以财政断粮做要挟，迫使加州就范。然而，加州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早在川普第一任期时，双方就在法院为类似问题掰过手腕。当年加州直接把联邦告上法庭，成功拦下了川普砍经费的企图。如今川普卷土重来，加州当然不会乖乖就范。州检察长罗布邦塔迅速联合其他几个民主党州一起提起诉讼，指出联邦政府没有权利不给依法应得的款项。4月底，联邦加州北区法院的法官颁布禁制令，暂时阻止川普对庇护城市扣款的措施生效。这等于是加州在移民议题上又胜了一城。仅仅法律交锋还不够，加州还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价值观。例如，州长纽森曾亲赴美墨边境视察，强调要保障移民人道待遇，批评联邦当局粗暴对待移民家庭的做法。在州内政策上，加州继续扩大对无证移民的社会服务，如医疗补助和教育资源，几乎要与联邦的感觉方针唱反调。川普对此大为光火，曾在集会上嘲讽说，加州简直想把非法移民当上宾供着。纽森则反击，我们只是尊重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双方在媒体上隔空互骂，让民众看得目瞪口呆。这场关于美国身份和价值观的争论，无疑也推动了加州对联邦离心离德。毕竟连谁能留在这片土地上都谈不拢，更别提同心协力了。再看环境与气候政策，这是加州和川普之间理念差异最鲜明的领域之一。加州长久以来走在环保最前沿，制定了全美最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立法规定2035年起禁售新的燃油车，还推行碳排放交易市场，引领全美减碳。而川普对此可是嗤之以鼻，他上任后第一时间就推翻了前任的各种环保政策，把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中拖了出来。拜登总统任内又重返，但川普2度上台后估计又要退出。2025年4月，川普更进一步签署行政命令，保护美国能源不受各州过度行动影响，直接点明要检讨并停止执行各州自己制定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他认为那些法律妨碍了美国成为能源超级强国的目标。在这道命令下，司法部被指示要在60天内列出各州的问题环保法，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州的一系列气候法规。这一步几乎等同于联邦政府宣布和加州在环保问题上开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州正在推进的污染者付费法案也可能遭殃。
这项法案打算让石油等化石燃料公司承担起因其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破坏。简单说，就是要让大企业为气候变化买单。川普政府当然视之为眼中钉，认为是对石油行业的政治迫害。4月8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可能阻挠这部州法通过，甚至试图宣布类似的州级环保创新都非法越权。纽森政府闻讯后立刻表态强硬反对，称这道命令是对加州主权的践踏。环保团体更是怒斥白宫替化石燃料巨头当打手。纽森干脆在公开场合嘲讽道：“联邦政府是想开倒车把我们拉回煤炭时代吗？”他誓言加州不会因联邦的倒行逆施而退缩，将继续推进清洁能源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加州一方面诉诸法律，在法院提交动议阻止联邦干涉州环保法，另一方面则埋头继续搞自己的绿色项目，比如加大电动车补贴，加建风电太阳能，甚至在一些国际气候场合，加州也没缺席。纽森通过视频参加了联合国气候论坛，重申美国一些地区依然与全球同行站在一起。这些举动无疑是对川普政府环保倒退的有力对冲，也再次显示加州有作为另类中央政府的野心。当联邦不作为甚至倒行逆施时，州政府要扛起大旗。可想而知，川普对加州在气候问题上的叛逆态度非常恼怒。他曾嘲讽加州的清洁能源计划是白日梦，还曾扬言要撤销加州制定车辆排放标准的特殊权利。这权利源自清洁空气法，允许加州设定严于联邦的汽车污染标准。川普政府在2019年确实试图撤销过，但加州和车企达成自愿协议，绕过了联邦。而2025年川普卷土重来，很可能再次试图废除加州的豁免权，这又将引发新一轮法律大战。毕竟拜登政府刚在2022年恢复了加州权限，面对联邦的挑战，加州上下也早已摆好架势，准备用一切法律和行政资源捍卫自己的环保成果。综上，在移民和环境政策上，加州与川普政府处处对立，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与敌对情绪。加州感到联邦政府不但不帮忙，反而处处设障，干脆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甚至不惜挑战联邦权威。在这些领域的争端中，加州更多是采取消极抵抗，如拒绝配合执法，或自行加码，如自行制定更严标准的方式。但总体效果是，联邦政府越来越无法将加州管住，于是才有了经贸冲突升级时，加州更大胆的自我定位。可以说，前期在移民和环保上的过招，让加州练出了对抗华府的胆量和底气。如此剑拔弩张的局势，自然引发美国国内各方热议。加州的举动在当地民众、中美商界和全国政坛都激起波澜，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交织。在加州本地，绝大多数民众其实对川普政府本就反感。别忘了，加州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有将近2/3选票投给了川普的对手。川普在加州的人气低迷，多年来他对加州蓝营政府的抨击也伤了不少选民感情。因此，当纽森强硬回击川普时，不少加州人拍手称快。在社交媒体上，支持加州自救、加州挺住等标签一度成为热议话题。不少网民留言说，联邦府不代表我，纽森干得漂亮。加州的自由派年轻人尤其兴奋，他们早把川普看成眼中钉，看到州政府敢于杠川普，觉得扬眉吐气。甚至有抗议者走上街头，高举写着加州加油，拒绝联邦暴政的标语。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一些商界人士也公开力挺州政府行动。硅谷的科技企业高管们虽然言辞更谨慎，但也通过商会和媒体暗示，希望联邦能采取更理性的政策，不要逼得州政府另谋出路。然而，加州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该州的共识和保守派居民对此就颇为忧心。一些加州的共和党州议员指责纽森政治作秀，认为他的做法可能进一步惹怒联邦，招致对加州更不利的报复。他们担心加州如果被贴上叛乱者标签，联邦政府在拨款项目上都会冷落甚至惩罚加州，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居民。有保守派评论员在当地电台质疑，加州难道真要独立出去吗？那普通民众的社安金和联邦福利怎么办？也有人批评纽森过于亲中，
刻意与中国套近乎，可能有损国家安全。他们举出几年前一位加州参议员雇佣华人司机，结果是中方间谍的例子，暗示加州如果私下和中国走太近，联邦情报单位会高度警惕。一些在加州的川普支持者更直言不讳地把纽森骂作叛国，甚至有极端者扬言联邦政府应该派国民警卫队接管加州政府。当然，这类言论属于极端少数，但确实反映部分保守派对加州另立中央举动的愤怒和恐惧。在美国全国政治层面，此事同样引起轩然大波。民主党阵营大体上对加州表示支持或理解，毕竟川普的作风连他们也看不下去。加州反抗在他们眼中是一种抵抗运动的延续。多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赞扬加州的勇气，谴责川普政府对盟友和自家人民都太强硬。有趣的是，就连一些并非加州选出的民主党议员也开始在推特上用加州不是孤军奋战这样的标语，似乎在酝酿一种兰州联合抗压的态势。曾与川普针锋相对的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也是加州选出，表示加州一直在引领正确的道路，我为我的州站出来对抗错误政策感到自豪。也有民主党温和派提醒说，加州的处境确实特殊，希望联邦政府能听取来自地方的反馈，调整极端政策，以免国家内部撕裂更加严重。共和党阵营则几乎一边倒地谴责加州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他本人也是加州选出的共和党议员，但政治立场亲川普，批评纽森是在玩火，破坏联邦制根基。麦卡锡表示，联邦政府制定关税和外交政策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加州挑衅中央权威只会自食恶果。他还警告说，如果每个州像加州那样不服管，那美国将陷入混乱。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则声援川普的强硬对华立场，称这是为了全国安全和工人利益，暗批加州只顾赚钱不讲爱国。在舆论场上，保守媒体也抓住机会猛批加州，例如某知名电视评论员嘲讽，加州搞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国家似的，是时候让他们缴点投名状，看看没有联邦支持能撑多久。甚至有媒体翻出老账，提及加州高铁项目之前被联邦撤资的事，当年川普政府取消了拨款，加州高铁一度难产，来暗示加州离开联邦资金就玩不转。但支持加州的人则反驳说，加州每年上缴联邦的税款远超拿回的补助，是养联邦的净贡献者。这场口水仗越演越烈，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美国两党在看待联邦与州关系上的巨大分歧。企业界的表态也颇值得玩味，大公司往往同时游走于联邦和州两边，他们大多避免在明面上选边站，但从一些动向可窥见端倪。例如，加州商会以及几十家大企业联合向白宫写信，敦促重新考虑关税政策。信中着重强调了对加州经济和就业的伤害，这封信等于侧面支持了纽森的观点。农业团体则更直接了，他们派代表参加纽森的记者会，感谢州政府为农民发声，并痛陈关税战害苦了美国农业，要求川普三思而后行。与此同时，一些跨国企业也在私下制定备选方案，比如把部分进口转移到西雅图、温哥华等港口，以避开加州港口可能受到的冲击。毕竟万一局势恶化，谁也不想货柜积压在风口浪尖的地方。这也显示出商界其实对局势充满不确定感，一方面支持加州维护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又担心联邦报复拖累生意，只能两手准备。加州与川普政府的剧烈对抗，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过去曾经被热议的话题 Calexit 加州脱美。所谓 Calexit 顾名思义就是加州版的 Exit 脱离，类似英国脱欧 Brexit 那样指加州从美国分离独立建国的想法。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在现实中确实有人鼓吹过，特别是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后，加州就冒出过独立公投运动。当时有个叫 Yes California 的团体收集请愿，希望在州内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独立。他们甚至在俄罗斯都开了宣传办公室，引起一阵轰动。不过那次行动最终无疾而终，因为支持度不够，连公投提案都没能真正上票。但它反映了一部分加州人对联邦政府极度不满的情绪。毕竟加州政治取向和全国某些地区迥异，如果联邦由完全相反理念的人执政，
一些加州激进人士就难免产生我们干脆另组国家算了的念头。那么这一次，加州的另立中央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夸张说法？虽然纽森并没有任何关于要脱离联邦的官方表态，但民间讨论确实再次热络起来。巧合的是，就在川普第二次就职1周后的2025年1月，加州司法部门已经批准了一项独立公投倡议进入征签程序。根据州务卿办公室公告，一个独立运动提案从1月下旬开始收集签名，力图在2028年加州选票上列入咨询性公投问题：加州是否应该离开美国，成为独立国家？按照规定，他们需要在半年内凑足大约54万签名才能成案公投。消息传出时，不少人付之一笑，因为难度极高，而且就算公投通过，也只是表达意愿，而非立即独立。然而随着最近局势发展，这桩原本被视为玩笑的提案倒获得了更多关注。支持者声称，川普的所作所为正证明加州应该考虑退出美国，否则只会被联邦政策拖累。甚至连一些原本不太关注此事的普通加州人，也开始在网络上讨论独立的可行性。例如在 Reddit 和 Twitter 上标签 Calexit 在5月份热度飙升，有人半认真半戏谑地讨论，如果加州独立后国旗怎么设计，货币叫什么名字等等。有网友开玩笑说，干脆让加州加入加拿大，成为新的加利福尼亚国。也有人调侃，要不跟中国建交，请他们在旧金山开个加州大使馆。这些玩笑背后透露的是加州民间对现状的极大不满，以至于敢于设想翻天覆地的改变。不过，冷静分析，加州真正独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法律上，美国宪法没有允许州单方面退出联邦的机制。1860年代，南方各州曾经试图脱离联邦，引发内战，最后也被武力镇压，且法院裁定分离属非法。当然，加州独立运动主张和平公投，寻求联邦同意的方式。理论上讲，国会通过修宪也是可以让一州独立的，但现实政治中几乎无人会支持这种事。其次，加州虽然经济强大，但贸易、国防、货币金融深度融入美国，一旦独立，边界、军队、美元、联邦项目等等一系列实际问题都是大灾难。就连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承认，这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旨在向全国传达加州对联邦政策不满，倒未必真想立即建国分家。因此，目前所谓另立中央，更多是比喻加州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自治行动，而不是真的要宣布独立。然而，这种比喻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加州的确前所未有地展现出类似准国家的举动，自主对外协商，挑战联邦法令，凝聚本州民意对抗中央等等。这让许多观察家开始讨论美国联邦体制下州权与中央权的新平衡问题。有宪政学者指出，川普的非常政策和加州的非常反应，正把美国带入一个联邦和州对抗的新阶段。尽管不至于真的分裂，但联邦政府权威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加州公开和联邦政府唱反调的戏码，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与各种解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对此事的反应备受关注。对北京而言，看到美国内部出现明显的不和谐，何尝不是一件幸灾乐祸的事？中国官媒和网络上对此事有大量报道和评论。有观察指出，中国媒体几乎是在隔岸观火，甚至推波助澜。像环球时报这类立场强硬的媒体发表社评，称加州之举证明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得人心，连美国自己人都受不了。文章夹带私货地夸赞加州务实，愿意同中国保持正常经贸往来，说明中美合作仍有空间，不应被少数政客的偏执毁掉。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刊文介绍加州经济受损的情况，语带同情，暗示美国挑起贸易战最终自食其果。更有甚者，一些中国网络社群开起了玩笑，称加州欢迎加入一带一路，要不加州变成美利坚特区，由中国代管之类，把政治事件当成段子调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称赞纽森清醒，有勇气调侃他是加州总统，还有人 P 图恶搞，在加州政府大楼上挂出5星红旗，或者写着加州共和国万岁。这些当然都是网络玩笑，但多少反映出中国民间对美国内斗的幸灾乐祸心理。中国政府官方则相对克制，
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此事时，只简短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希望美方政策多听取各界理性声音。这种说法虽然平淡，实则暗藏玄机。各界理性声音不正，指的就是像加州这样主张缓和的人吗？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当然乐于看到加州牵制华盛顿的强硬，但他们不会公开支持某一州对抗美国联邦，那样做容易弄巧成拙，反而给川普送上把柄。于是北京选择顺水推舟，一方面通过媒体营造美国内部分裂印象，另一方面继续欢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方地方同中方交流合作。据传，中国商务部和加州州政府已经重启了一些暂停的联络机制，例如讨论恢复疫情前中断的贸易代表团互访，推动农产品、电影、娱乐等行业的交易。中国驻美大使也在私下与美国一些民主党州长联系，表达中方愿意继续做生意的态度。换言之，中方巧妙地把握着既不公开介入美国内政，又实际上支持了加州立场的平衡。国际其他地区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欧洲媒体大都以惊奇的角度报道这一新闻。纽森那句加州不是华盛顿成了欧洲报纸的标题金句。许多欧洲评论感叹，美国联邦体制真是独特，一个州长有如此大胆量公然和总统唱反调，而且似乎还挺有民意基础。法国《世界报》分析说，川普极端政策正在制造美国对抗美国的局面，加州可能只是开始，未来其他州也许会效仿。也有欧盟官员私下表示理解，因为欧洲国家本身也深受美国关税政策牵连，他们乐见美国内部出现不同声音来缓解冲突。然而，欧洲各国政府公开场合还是保持谨慎，毕竟这属于美国内部事务，他们不好选边。倒是一些国际学者发表看法，有人将此称为21世纪的新联邦主义考验，认为全球化时代大国内部利益多元，各地方敢于发声是正常现象，只是美国以前少见如此戏剧化的例子。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对此也很关注。墨西哥总统谢因鲍姆被媒体问到如何看待加州州长的言论时，微笑着回避正面答复，只说墨西哥珍视与美国各级政府的友好关系，包括州层面。他当然不会明着支持加州，但从态度看也没有谴责，明显是在顾及邻居情面。加拿大那边则有媒体开玩笑说，如果加州独立了，加拿大应该马上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毕竟加拿大本就跟加州经贸往来密切，对川普的关税也头疼，很能理解加州的苦衷。当然，加州真要独立，加拿大未必乐见，因为那会造成北美大乱，对谁都没好处。因此总体来说，国际社会大多抱着观望和调侃的态度看美国上演这场罕见的州汉总统闹剧。随着剧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2025年的美国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内部张力考验。一边是刚刚连任的特朗普政府强硬推行着其美国优先的关税和外交政策，另一边是美国经济最强州加州公然对抗，试图另立中央自保，甚至让人隐约闻到一丝分离主义的味道。这场冲突短期内还看不到平息的迹象。展望未来，有几种可能走向，也许联邦政府和加州会在法院对簿公堂，由司法来裁决谁越权，也许国会中的温和派会出面斡旋，促成某种比如调整关税政策，以换取加州收敛动作。更极端的可能性是双方僵持恶化，川普政府变本加厉打压加州，而加州则号召更多州联合对抗，联邦体制陷入一场宪政危机。不过无论结果如何，此次事件都已载入史册，成为美国联邦与州关系的一次重大风波。对普通加州民众而言，他们关心的是能否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和生意，不希望自己的州真跟联邦政府撕破脸，但他们也期待联邦能够倾听来自地方的声音，不要一意孤行。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如果一味强硬到底，国际压力倍增，国内也可能失去更多民心。联邦政府代表全国利益，理应和各州合作共度难关，而不是将内部矛盾激化。可以说，加州的怒吼是给华盛顿的一记警钟，在制定全国政策时，不能忽视地方和基层的真实诉求，否则内部撕裂
可能从戏言变成现实。剧本的最后，让我们把镜头定格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厦前飘扬的那面旗帜，旗帜上绘着一只加州灰熊和一颗红星，字样写着加利福尼亚共和国。这原本只是加州州旗上的历史元素，纪念1846年加州短暂的独立政权。然而在此刻，它给人一种寓意深长的感觉。加州当然还是美国的一部分，但它也在用行动表明，如果联邦政府的路带来的是灾难，我们有勇气走出自己的路。这场加州怒对川普的戏码还在继续，全世界都在看着美利坚合众国究竟会走向团结还是更大的撕裂。悬念仍未揭晓，故事未完待续，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美国政坛接下来的发展了。